最强女配苏娥皇，身负牡丹命格，震撼登场危国。此行名为徐太夫人祝寿，实则助陈翔解心结。魏少娶小乔，魏燕关系缓和，伯牙又天桥佳期。陈翔幽边州被魏少、燕州联手吞并，寄望苏娥皇搅局。苏娥皇自信满满，是要完成任务。然而现实残酷，小乔非等闲之辈。苏娥皇一生筹谋，至死未悟，离间魏少、小乔之举，竟为自己招来滔天大祸。嫁陈翔之谜。我自小背负牡丹命格，相师预言，我将嫁中原之主，辅佐其业。此乃武山国因苏娥皇为女，编造之谎言，望其长大后成武山国护佑。苏娥皇自幼成权力傀儡，牡丹命格不过障眼法，为守牡丹命格运，他自幼学会额前花钿，以此对武山国有价值，活得像人。幼时便被宋威国与魏宝卿为主马，魏国渐强，武山国与魏国定苏娥皇、魏宝亲事。然魏家3代命丧新都，不到1年，苏娥皇遵武山国命，嫁边州陈翔。武山国所求非无用之女，而是最大效用之妻。苏娥皇迅速成边州女君，陈翔对她言听计从。虽陈翔病重，无子嗣，但对他忠心不二。然武山国与苏娥皇野心勃勃，欲领养亲近孩子，苏娥皇便可辅佐幼子，掌控边州。陈翔爱他，但不会轻易让出边州。他总以叔父陈滂能辅佐自己为由，拒绝此计，回绝苏娥皇。陈滂始终对苏娥皇的命格心存疑虑。自她嫁给陈翔，边州非但未强，反连遭败绩。陈翔的病体亦未现好转。苏娥皇误以为陈翔也质疑他的牡丹命格，便策划了一场意外以证清白。他选定一山祈福之日，暗中布局，让长生殿坍塌。这一切只为证明他的牡丹命格是真正的祥瑞。陈翔深爱着他，不惜违逆宗亲与将士，缺席了世代相传的祈福日，只为证实他的命格。他深知他缺乏安全感，自责无法护他周全，于是尽量满足他的要求。然而苏娥皇并不知足，他不懂陈翔的真心，总以花钿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这花钿能否助人的天下，我尚不知，但我更愿它能带来福气，让我的夫君安康。欲望使人迷失，在武山国，权力至上，苏娥皇带着偏见审视众人。此行危国亦是如此，魏府上下对他情谊依旧，但他却将这份旧情视为利刃，无情的消磨。搅乱魏国。初至魏国，苏娥皇便察觉到小乔在魏府的地位，有魏少宠爱，徐太夫人也对他赞赏有加，朱氏成了他的突破口。正处于因小乔被徐太夫人和魏少赶走，婚后生活凄惨，常受丈夫虐待。苏子信找到他后，他以为转机来了，便配合苏娥皇诓骗朱氏，将燕州送来的麦种换成了熟麦种，企图挑起魏国与燕州的矛盾。麦种出问题，要魔怪燕州，要魔怪看管受理的魏衍。苏娥皇料解魏少，断定他不会严查，然而魏少却偏偏要追查到底。苏娥皇拉魏衍入局，并非失策，毕竟挑拨魏衍与家族关系，对他百利无一害。为查清真相，魏少果断封城，苏娥皇被困于郡，正处于虽事，但夜长梦多。苏娥皇担心魏少迟早会发现秘密，加之边州陈翔病重，他更怕再生变故，于是求助朱氏。朱氏心善却易信人言，一听苏娥皇说魏少受魏国势力压迫，便心生怜悯。幕后黑手是谁不重要，只要不是元凶，魏侯就能安心。朱氏信以为真，揽下罪名，案件告破，苏娥皇顺利脱身，与小乔算是平手，数日即可重返玉楼，做我的夫人，有何可悲？全身而退，理应欢庆。苏娥皇智谋不输小乔，却因过分算计，忽略了人心真情。明知牡丹命格未假，仍逆天改命，终至偏离正道。人心最难也最易掌控，洞悉人心所愿所求，便能如操傀儡。苏娥皇以此术控制魏宝、陈翔，却未料陈翔在他赴边州前病逝。陈翔死后，陈滂欲求苏娥皇，既疑其命格之假，又惧其投敌。苏娥皇没想到，这精心策划的命格竟救了他一命。世人皆以为边州女君的花钿天生，实则他亲手所绘。牡丹命格是他精心布局的祥瑞标志。抹去花钿，苏娥皇摆脱了陈滂的追捕。薛太率5万精兵巡至，此乃陈翔为苏娥皇铺设的退路。首次手握兵权，苏娥皇深感其重，天命所归，我不仅是边州女君，更是天下之主。再结一门亲事，
我便是苏家最坚实的后盾。苏娥皇决定率5万精兵再寻梁元，首选目标乃魏绍，若得其助力，天下一统指日可待。恰逢燕州乔越搜罗美女，欲陷魏绍，苏娥皇借此机会诬陷乔辞欲害自己。然而小乔利用苏娥皇不识乔辞之辩，轻易戳破谎言。苏娥皇又察觉魏衍对小乔的情愫，从婢女口中得知其痴迷，遂于郡散布谣言，此举将他推向魏国对立面。魏绍彻查谣言源头，揪出苏子信，揭露真相，征赎麦种，诬陷乔辞及散播谣言，皆苏娥皇所为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依军规行一刑。受刑后，苏娥皇未现绝望，冷静处理伤口，暗中筹谋，其狠辣可见一斑。权力、生理、心理皆成瘾。苏娥皇恨男性掌权，恨自己被当作商品交换，因此他誓死追求权力，直至最后一刻。3. 嫁刘演，半鼻残缺。苏娥皇戴金蝶面罩，赴梁牙国。刘演为梁牙王后，曾邀苏娥皇至于郡，被拒。与魏国决裂后，苏娥皇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刘演。苏娥皇与刘演同类，一步错即遭人唾弃，两人皆曾寄人篱下，故惺惺相惜。初时，苏娥皇仅欲与刘演合作，共谋大业，令魏国与边州臣服。刘演为求娶苏娥皇为正妃，慷慨献上2处封地，并亲手捕获猞猁兽作为聘礼。苏娥皇其气质酷似小乔，同样沉稳聪慧，知书达理。然而他缺少小乔那份心怀天下的大义，这也注定了刘演无法成为如魏绍般的英雄。魏绍与小乔心中装注万民福祉，能舍丝绸，共谋天下安宁。相比之下，刘演与苏娥皇只渴望摆脱束缚，主宰命运，让世人臣服。两人联手，竟成了魏绍最大的对手。苏娥皇智谋过人，助刘演拉拢乔越，掌控大乔，更将笔质变为杀人利器，直指魏绍。燕州烽火连天，刘演趁魏绍远征在外，于郡空虚，企图攻占于郡，围魏救赵。魏国险些毁于一旦，幸得魏演率边州精兵及时支援，局势才得以逆转。苏娥皇实力惊人，最终败北，只因选错了道路。最疯女人她天生牡丹命格，却被家族谎言毁了一生。谁能想到，一个被相师预言注定母仪天下的女人，最后竟被割掉鼻子，流落荒岛。苏娥皇用一生证明了一个道理，越是拼命证明自己天命所归，越是会被命运反噬。牡丹命格的真相，一场骗局毁掉一个女人。苏娥皇从出生起就被贴上祥瑞标签，武山国苏家为了攀附权贵，编造了牡丹命格的谎言，说她额间天生花钿，注定嫁给中原之主。这个谎言成了她的生存枷锁。从小，她必须一遍遍对着镜子画花钿，确保自己祥瑞不露破绽。家族把她当棋子，她确信以为真。魏绍家族败落时，她立刻抛弃青梅竹马的情谊，转头嫁给边州州牧陈祥。不是因为她爱陈祥，而是武山国需要她成为边州的女君。婚后，她一边假意关心丈夫，一边偷偷策划领养武山国宗世子嗣，试图彻底掌控边州。为了证明牡丹命格是真的，她甚至策划依山长生殿坍塌事件，逼陈祥缺席祖传祭祀日，只为证明自己能带来祥瑞。权谋女王的狠，机关算尽却败给真心。苏娥皇的权谋能力却实强的可怕。陈祥病逝后，他带着5万精兵改嫁刘演，用联姻换封地，差点掀翻魏绍的江山。但他的狠终究是无根之木。在魏国，他精准抓住每个人的弱点，利用朱氏耳根子软，把赎麦种调包成燕州的寿礼，嫁祸小乔。朱氏心疼儿子魏绍被朝堂压力逼迫，主动顶罪，让苏娥皇全身而退。戳破魏衍的隐秘心事，发现魏衍暗恋小乔后，立刻散播两人私通的谣言，逼魏绍彻查，差点让魏国内部分裂。踩中刘演的痛点，两个寄人篱下的野心家一拍即合。他帮刘演控制大乔，逼反比制，甚至让刘演为他打下猞猁兽求娶，用2处封的换一场合作。但这些算计终究敌不过人心。陈祥明知他虚伪，仍用5万精兵给他留后路。魏绍看穿他陷害祖母，毒害百姓，亲手割掉他的鼻子。刘演嘴上说爱他，实则只当他像小乔的替代品。命运的反噬，越证明天命，越被天命抛弃。苏娥皇的悲剧，从他迷信牡丹命格时就注定了。错把谎言当信仰，他以为花钿是祥瑞象征，却不知陈祥的叔父陈滂早就怀疑他。陈祥死后，
陈滂直接囚禁他，直到他擦掉花钿自证天命是假才逃脱。误判乱世生存法则，他以为靠美色和联姻就能攀上权力巅峰，却忘了魏少、刘演这类枭雄最看重实际利益。当他被割鼻毁容，立刻失去联姻价值，只能戴金蝶面具遮掩，低估对手的格局。小乔和魏少能放下世仇联手安民，他却为私欲勾结外敌，毒害百姓。魏国百姓骂他是祸水，边州将士视他为毒妇。4. 扭曲的镜像，苏娥皇与刘演的共沉沦。苏娥皇和刘演的联盟是整部剧最疯批的组合，两人都是乱世里的溺水者。刘演的执念，他迷恋小乔却得不到，转而把苏娥皇当替身。苏娥皇戴金蝶面具后，半张脸像小乔，半张脸狰狞如鬼，恰好满足他扭曲的占有欲。苏娥皇的算计，他看准刘演需要军师，用5万精兵换梁牙王正非头衔。两人联手控制乔越，挟持大乔，差点让魏少死在战场。但这种利益捆绑的关系一击即溃。魏少带着边州援军反杀时，刘演毫不犹豫抛弃苏娥皇，他再次流亡，直到躲进荒岛，才发现自己除了一张毁容的脸，什么都没剩下。苏娥皇的故事撕开了乱世女性的生存困局，被物化的命运。武山国把她当联姻工具，陈翔把她当祥瑞花瓶，刘演把她当权力跳板。她越是挣扎，越被男权社会吞噬，自我毁灭的回圈。她以为算计能换来尊重，结果众叛亲离。被割鼻时，她冷静处理伤口，谋划下一步，却不知这副模样早被世人唾弃。牡丹命格的讽刺，她到死都以为失败是天命不公，却不懂自己从未跳出家族编织的谎言牢笼。